汤姆·索亚历险记，马克·吐温。第8章。汤从这里跑到那里，穿过小路，离开了回学校的路。然后他慢慢地走着，他过了几次小河，因为孩子们觉得过河可以让他们不被找到。半个小时后，他到了道格拉斯家的房子后面，那房子在山顶上，他几乎看不到山谷里的学校了。学校在他身后，他走进一个很密的树林，离开了路，向树林中间走去。他坐在一个大树下的草上，没有风，中午很热，鸟也不叫了，除了远处啄木鸟的声音，没有别的声音。这声音让人们觉得更安静，更孤独。汤很难过，他的心情和周围的环境一样。他坐了很久，胳膊放在腿上，手放在下巴上。他觉得生活很累，他有点羡慕吉米·霍奇斯，因为他死了。他想躺在那里睡觉，做梦，一直这样，应该很安静。风在树中间吹，花和草在坟墓上摇动，没有麻烦，没有痛苦，那该多好啊！如果他没有做错事，他希望自己也死去。贝基呢？他做了什么？什么也没有。他想做好事，但是人们对他不好。有一天，他会后悔的，也许太晚了。啊，如果他可以死几天就好了。但是，年轻的心不会难过太久。汤开始想别的事情。如果他突然离开这里，消失了呢？如果他去很远的地方，去不认识的国家，过了海，永远不回来了呢？他会怎么想？他想当小丑，但是他不喜欢这个想法，因为他心情不好的时候不想开玩笑。不，他要当兵。很多年后，他会带着伤回来。不，更好的是，他和印第安人一起生活，打猎，去很远的地方。很多年后，他会变成一个很棒的头领，穿着奇怪的衣服。在一个星期天的早上，他会突然出现在学校里，让同学们吃惊。但是还有更好的，他要当海盗，就是这个。他的未来很棒，他的名字会让世界害怕。他会开着一艘很快的船，在海上航行。在他的名声最大的时候，他会突然回到小镇，走进教堂。他会穿着黑色的衣服，很大的靴子，带着刀，帽子上有很多羽毛。他会听到人们说，那是海盗汤·索亚。他很可怕。是的，他决定了，他的未来已经定了。他要离开家，去冒险。他明天就走。他要开始找他的钱。他走到附近的一棵倒了的树旁边，用刀开始挖树下面。很快，他碰到了木头。他把手放在木头上，说：“这里没有的东西，来这里；这里有的东西，留在这里。”然后他把土拿开，看到了一块木板。他把木板拿走，看到下面有一个小小的洞，可以放东西。洞里有一个玻璃球。汤很吃惊，他抓了抓头，说：“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奇怪的事情。”然后他生气地把玻璃球扔了出去，开始想事情。因为他和他的朋友们一直相信一件事，但是现在这件事失败了。如果一个人埋了一个玻璃球，说了咒语，放2个星期，然后用咒语打开，他会发现他丢的所有玻璃球都在这里。但是这件事失败了，汤的信心受到了打击。他经常听说这件事，但是从来没有听说这件事失败。他没有想到他自己也做过很多次，但是他找不到埋东西的地方。他想了一会儿，觉得是女巫做了坏事。为了确定，他找到了一堆沙子。他躺在地上，把嘴放在洞旁边说：“小虫子，小虫子，告诉我，我想知道的事情。”小虫子，
小虫子，告诉我想知道的事情。沙子开始动了，一个小小的黑虫子出现了一下，然后害怕地跑走了。他不敢说，所以是女巫做的。我说对了。他知道和女巫作对没有用，所以他放弃了。但是他觉得不能把刚扔掉的玻璃球丢了，所以他开始找，但是他找不到。然后他回到放东西的洞，用和刚才一样的样子，从口袋里拿出一个玻璃球，向一样的方向扔去，说：“妹妹，去找你的妹妹。”他看了看玻璃球停在哪里，然后走过去看，但是玻璃球可能离得太近了，或者太远了。他做了2次试验，最后一次成功了。2个玻璃球离得很近。这时，森林里传来了一个很小的喇叭的声音。汤脱下外套和裤子，把一个袋子当腰带。他把倒了的树后面的树枝拿开，露出了弓和箭，木头做的箭，还有喇叭。他很快拿起了这些东西，光着腿跑了起来，衬衫飞了起来。很快，他停在一棵大树下，用喇叭回应，然后开始走来走去，小心地看着，小声地对一个想象中的队伍说：“停下，我的勇士们，等我吹喇叭的时候再出来。”这时，乔哈珀出现了，他的衣服也很少，武器也很可怕。汤大声说：“停下！谁敢没有我的通行证，就进入瑟伍德森林。”盖伊德吉斯伯恩不需要任何人的通行证。你是谁？你谁？你敢这样和我说话？汤说。他指着乔，因为他们都在背书。我是罗宾汉，你很快就会知道的，你会付出代价的。你是那个有名的强盗吗？我很高兴和你打一架，保护你自己。他们拿出了木头做的剑，把别的东西扔在地上，开始打斗。过了一会儿，汤说：“如果你会用剑，就快一点。”他们都快了一点，喘着气，流着汗。过了一会儿，汤大声说：“你为什么不倒下？”我不想。你为什么不倒下？你打得不好。但是这没有关系，我不能倒下。书上不是这么写的。书上说。然后他用一剑杀死了可怜的盖伊德吉斯伯恩。引号，你必须转过身，让我打你的背。不能和书作对，所以乔转过身，被打倒了。现在，他说：“站起来，你必须让我杀了你，不然就不对了。”不行，书上没有。好吧，这太不公平了。好吧，汤说，你可以当塔克修士，或者磨坊主的儿子穆奇，用棍子打断我的腿。或者我当诺丁汉的警长，你当罗宾汉，你杀了我。这个建议可以接受，他们就这样做了。然后，汤又当了罗宾汉，因为一个坏修女伤害了他，他流了很多血。最后，乔当了一群哭泣的强盗，把汤拖走了，把弓放在他手里。汤说：“把可怜的罗宾汉埋在绿色的森林里。”然后他放了箭，倒在了地上。他本来会死，但是他倒在了荨麻上，很快就站了起来。孩子们穿好了衣服，藏好了武器，开始走着。他们很伤心，因为现在没有强盗了。他们想知道现代文明给了我们什么好处。他们都觉得，他们宁愿当1年瑟伍德森林的强盗，也不愿意一辈子当美国总统。